这次和中共签的协议，原来叫战略竞争协议，但是现在已经改成了敌我协议，你死我活的协议。为什么？所有共产党开始发展的时候，跟美国开始这个之间经济贸易大量的这个顺差发生的时候，中共是完全偷窃美国技术。更重要的事情，这个中共对美国之间产生的威胁，它是全面的。蓝金黄3F 方案，中共是要全面的取代美国，这就诞生了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，推广全世界多极管理，要中美共同管理世界，包括俄罗斯。更夸张的事情，大家看到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美国人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，后来大家看到了，完全是技术掠夺和抢劫式的盗窃。最明显的 ZTE 华为 5G 啊，5G 对美国绝对是致命的。第二，整个美国的金融领域，中共的渗透，海航以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名义到华尔街，弄走了上万亿财富，养老金上万亿的财富。但早就不是什么已经两国的贸易逆差和顺差的问题了。这还不算数，这个时候上天啊，让美国看明白了共产党18大、19大的习王体制，19大修宪。修宪还不说，发展了个一带一路规划，一带一路还不说，2025超越美国，2035完全世界老大，2049彻底灭掉美国。然后5G 世界占了全世界的电缆光纤99.6%，对美国的威胁是多大？你去想想，美国人感觉到了。但是当他发现华为的时候 ，ZTE 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海外有共产党的几十个军事基地的时候，美国人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美国突然选个总统叫川普，川普总统几十年了，就对中共不约约，所以说川普总统要搞贸易战，要跟中共谈。中共一开始很牛，坚决不跟你谈，谈是凭什么谈？我们不怕打，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，搬起石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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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砸自己的脚。我们奉陪到底啊！你要打我左脸，我一定是这个强烈回击。中国不是吓打，对于美方执意挑起贸易战，中方不愿打，不怕打，必要时不得不打。我们会奉陪到底。我们会奉陪到底。耍流氓耍了1年，国内经济几乎崩溃。这个时候，川普说谈不谈？哎呀，这时候刘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谈谈嘛，啥谈谈嘛？川普总统说：“我要你结构性改革，我要你彻底解决我的贸易的这个顺差问题。然后呢，我要保护我的知识产权，停止网络攻击，我要灭了你华为。然后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好谈好谈，我买你500亿的美元的农产品嘛，咱们好好谈好好谈吧，90天嘛，就90天，90天谈。哎，你不加税，你这川普不高兴了，你老玩我。”哎呀，不要这样嘛，慢慢谈嘛，我们再谈嘛，就这么糊弄啊，等着川普出事，到最后都成了丢人了。从这个人家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，外交部天天要还击，要惩罚，最后是川普说，我就给你最后1月15号你不来谈，我就开始动大手，万箭齐发。这时候共产党老实了。川普总统，我不嘛，咱好好谈嘛，我不嘛，得抓住人家，求求你了，哎呀，过来嘛！我顺着手还摸人家这个川普总统有没有擀面杖呢？发现这擀面杖还真有，还挺硬，怀疑是真是假。好，我谈，咱分期谈嘛。川普总统啥叫分期谈呢？1、2、3期嘛，先给你一点嘛，你也给我点面子嘛。好。你不说我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，不是那样，都糊弄那傻老百姓呢。最后糊弄到了1月15，这时候就是刘贺私下里边，我听说啊，就给人家这个莱特希泽，给皮特纳瓦罗一说起了，不要这样嘛，耍娇了啊，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。最后说好，那你把第1期给我签了，这个改成第1期，第1期翻译有问题。哎呀，你让我翻译嘛，你解释，你给我点面子嘛，我里边也有政治嘛。又在这块耍横，又耍娇，出来以后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谁说签了？哪这事啊？我们都是为了中国人民好啊，就玩这个骗子。大家要看到啊，本质是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
我说共产党这种体制的国家，你相信能跟他签订协议，他能兑现吗？我说共产党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中共统治中国贫富悬殊拉大，而且他使用的是愚民、平民、苦民这种政策。我说中共这个国家他能打开国门吗？他打开国门，这种贫富悬殊老百姓他能接受得了吗？关键中国这个经济是什么经济？是流血经济、卖子宫经济。它能持之以恒的发展吗？只要不偷你美国的钱，它没有任何经济发展的可能性。它没有人才储备，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教育，它不存在一个让老百姓信服的有公信力的一个政治体制，它更不给老百姓任何一个有可能的未来的一个发展的基础和环境。而且私人企业完全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可能。中国就是几个家族来控制了14亿人民，他怎么可能把权力和财富跟你美国分享？日本签了协议，他有兑现的能力，中共没这个能力，他拿什么兑现？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看到这个协议签完，中共迅速进入休克状态。金融市场金融危机，每8年来一回，哗，一个金融危机，很多人破产了，然后财富重新分配，有些人又有钱了，穷人有钱了，富人没钱了，就这么一个轮回。美国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10年多了。这个美国的房产，你到加州，你到凤凰城，你到纽约，你到康州，任何一个房子100万、1000万、1个亿的房子无处不在。我强烈的我相信啊，美国的房地产将是重大的经济危机，比2008年还可怕啊！而且市场现在高到了完全不现实的程度，这就现在国内的通胀一样，国内是通胀还没到通胀，但接下来一定通胀，所以美国的经济一定会出现大事。现在总统就希望你在我选举前别出事，什么时候出事？我选举以后再出事。所以这个协议对美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有好处。对这个中共来讲，就是配合川普总统和美国政治内部，对你有好处。我晚死一会儿。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它不要兑现，它兑现不了。所以这个协议今天你不看到多红火，它是签了一个不能兑现的协议。当一个人你去签了一个不能兑现的协议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到对面这个人下一步就是你最大的敌人。但是你知道啊，签完以后那是算数的呀，不是你撒撒娇，也不是你耍耍横啊，搬起石头砸自己脚，你就拉倒了。它关键它真的有执行机制。川普总统把未来这个美国经济可能随时爆发的雷，现在扔给了习王了，手里抱一雷，随时爆炸，股市、房市，现在得找个地方谁给我接着，我得选总统啊！现在，哎，哥们儿，你先接着，你抱着，只要炸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给你个好好的一个，就因为你签这个协议，我美国经济完了，就因为中共欺骗我们经济完了，咋办啊？那咱得给他报仇啊！美国人是绝不放过一个欺负自己的人啊，那就行了，热闹了。今天在华盛顿签署的这个协议，所谓第一阶段协议，就是一个美国经济地雷的一个合法的转移。这个雷炸死谁？炸死中南坑，拯救中国人民。这根本吓唬不了中国人民。中国人不信邪，不怕压。从来不吃这一套，但中国跟美国不一样，我们1不偷，2不抢，3不撒谎。因为你知道，中美经贸脱销1年多以来，是谁在出尔反尔、言而无信、反复无常？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事实上，自己生病让别人去吃药，也是没有任何用的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，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？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？我要告诉你，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不是你，而是中国人自己。你没有发言权，而中国有发言权。那么他所说这些话，你愿意信那是你的事儿，我们是不相信的。我只想呵呵2声。